现在呢已经是2025年了，我记得2024年这一整年啊，有很多粉丝都说大兴是拼多多大帝，就是说我的素材啊都是从拼多多上买来的，甚至有些更离谱的粉丝，他就说啊，他拼单的时候呢都看我正在拼，我感觉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越传越邪乎。那今天呢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啊，其实呢我是一个用了很多年拼多多的一个人，不管是平时买素材呢，还是我自己生活当中用啊，我都是用拼多多，差不多每天假如有10个快递，其中大概有9个半全部都是拼多多买来的。所以今天正好呢，我们顺便再来盘点一下2024年我买过的那些我认为还比较好的一些东西吧。那咱们就先从这个食材来说吧。其实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我在这个拼多多上买的这个海鲜巨足虫。这个当时呢是我跟飞哥一起吃的啊。我当时认为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很好吃，因为它是冷冻的，由于就是它这个外观啊长得特别唬人，所以我才买的当做了一个素材。但是没想到啊，吃起来那个味道真的是挺好吃的。它虽然是冷冻的，但其实吃起来的肉质呢，我感觉其实还挺好。可能就是中间那个内脏啊比较大块一点，但是把那个东西去除啊，那吃的真的基本上是没有骨头啊，全部都是肉。所以如果各位没有尝过的啊，你们确实其实可以去买一下尝一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产品，就是我前段时间拍的那个烤猪肋排，那个东西我当时拿到的时候，我就感觉它就是伊比利亚的猪肋排，就它那个肉质啊真的是肥瘦相间的。当时我是拿它烤着吃嘛，那吃起来的味道真的超级香。重点就是它这个价格，我当时买的时候呢20斤只花了我169块钱，拿到手的那个样子呢和当时宣传的图片呢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属于就是所见即所得。哦对，其实我想说就是为什么我会在拼多多里面买东西比较多，就是因为好像拼多多它里面好多就是我看到的素材全部都是商家直接拍的一个图片，不是那种渲染图，就是真实图片，买到手之后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由这点来看，其实也比较符合我挑素材的原因之一，因为有的时候买的素材它如果到手以后货不对版的话，那就特别影响咱们视频的效果。然后还有啊，就是我们之前复刻那个外卖店里面的那个土耳其烤肉饭，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这个呢就是很多粉丝找我要链接啊，说他自己想在家里面做，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鸡肉做的，而且那个味道呢还可以，最重点也是价格，4斤啊只花了我68块钱。当时我也是随便买的，结果没想到到手以后有4包，一包的话呢就是1斤装，整整有那么一大袋。确实这个东西啊，其实放在冰箱里呢，有的时候拿出来自己还是可以做着吃的。因为就按点外卖来说啊，当然所有商家我不敢保证，就是有些商家可能他家卖的土耳其烤肉饭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啊，如果商家都是这样做，那咱们还不如自己买回来做呢。微波炉自己加热一下，再煮个米饭，烫个青菜，往上一浇，那就是土耳其烤肉饭，而且还跟买来的就一个味儿。所以这些食材呢，也算是无形当中的就给大家种草了一波。反正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花钱的坑我是替你们踩了，免费的是吧？你们支持一波就行。然后还有呢，可能就是我拍视频的这些设备之类的。你看这桌上摆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24年的一整年里面呢，我们可能复刻了很多的那种小吃产品。基本上呢，可能就是拍一个小吃产品的话呢，我就会专门去针对这个东西买它专门用的器材。主要呢，也就是为了拍视频，然后复刻的时候呢，给大家呈现出那种有内味儿的感觉。所以呢，就买了这么一大堆。我估计可能有粉丝看到了，应该会有点印象。你看这个是专门做关东煮的，这个是吃老北京火锅的，底下是电磁炉加热，这个是炖7锅鸡汤的，这个是专门做脆皮淀粉肠的，顶上这个铁板拿下来还可以做鸡蛋汉堡，做其他章鱼小丸子都可以。这个呢是做蚝蛋烧的，或者章鱼小丸子都可以。这个呢就做铁板鱿鱼的。那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在外面啊，我就不搬进来，那太重了。还有就是这个是专门用来酿酒的。其实这些器材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应该可能就是这个酿酒机，因为这个机器呢，它得结合商家给的那个教程，你一步一步的去做。当时看那个教程呢，其实我都有点看不太懂，也是问那个商家，然后商家一步一步慢慢的教我操作。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半夜12点或者1点2点钟找商家，那个时候啊，拼多多的商家基本上还都在线，我是真的深有体会。尤其这个酿酒机，那天是大概在12点多做的，然后中途我还找客服，他秒回，然后给了我教程，接着就是手把手看我这样把酒一步一步做出来，然后放到这个机器里面，每一天的观察，然后才做出来的。真的，我是觉得啊，就在那个点儿，人家还能秒回你，你想想，这个呢，可能也就是我一直用拼多多的原因之2了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买的这些大大小小的餐具，包括你看之前用过的这些，全部都是拼多多上买来的。这个呢叫做荷花盆，这个呢是灶台锅啊，还有这个我都忘记叫什么了，反正就是好看我就买过来了。除了买的这些餐具呢，包括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摆盘用到的这种摆花，也是在拼多多上买来的。还有就是我一直在用的那什么这样的大碟子、小碗啊、小盘子啊，全部都是拼多多上买来的。包括我拍视频后面这个背景的架子，也是拼多多上买来的。包括这里的摆件、这里的手办，还有这里的手办、这个灯、这个门的贴纸，还有这个地毯，还有这个椅子，还有这个加热垫。确实这样算啊，好像我真的所有的东西全是拼多多买的。所以总结呢，对于我用了这么多年拼多多的人来说，我觉得拼多多能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购物平台了。里面商家呢服务态度也蛮好，而且里面的东西呢性价比也算是比较高的。哦对，还有一方面就是那个客服处理的速度啊，那是真的快，朋友们。之前呢，我记得我好像买过一个什么几十块钱的东西，我都忘了是啥，它有点质量问题，然后我找商家退货，结果客服就是隔3差5给我打电话报进度。我当时其实就感觉，就我买的东西其实也不算特别贵，但是
就是隔三差五给咱们打电话啊，就真的是有点像是你真的是被他们平台给重视的那种感觉。包括就可能我现在用的这个麦克风啊，这个是一拖4的，也是拼多多上买的，花了我1100，几个月的时间，总共5个硬件，烂了3个，修了1个。我现在要求就是找商家换货，然后现在就是客服还在沟通当中，今天呢也给我回了一个电话。这些事情啊，全部都是真实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没有半点虚假，朋友们。所以这个网购平台呢，给我的感觉就是网购起来呢，消费者会特别的爽。当然呢，也可能就是我为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的原因，那应该就是有这3个原因了吧。当然了，我不知道你们对拼多多这个平台呢是保持什么样的一个看法，还有就是你们把我誉为这个拼多多大帝到底是一个褒义词还是一个贬义词，就是我至今都不知道啊。那咱们后续呢就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哈。那咱们就话不多说，评论区见，拜拜。